上一期咱们讲到了贾母见到了黛玉，三春亮相，但是曹雪芹就是不写黛玉长什么样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黛玉是仙草，不可描摹呀。但这一期他要写另一个人了，而且写得极其细，极其铺张。您想象一下啊，前面所有的人，包括贾母、三春，都是脸生屏气，恭肃严整的。但是突然间后院传来一声大笑，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想我不说您也知道，这是全书最经典的出场，没有之一。而且曹雪芹狡猾得很，他不直接说王熙凤有多厉害，而是通过黛玉的眼睛和耳朵来写。来，咱们听一下这段未见其人先闻其声。一语未了，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道：哎呀，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黛玉呐喊道：这些人个个皆脸生屏气，恭肃严整如此，这来者系谁？这样放荡无礼。心下想时，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。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，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，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，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，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，裙边系着豆绿宫绦，双横比目玫瑰佩，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，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羊皱裙，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。黛玉忙起身接见，贾母笑道：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，南省卫做辣子，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。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，只见众姐妹都忙告诉她道：这是琏嫂子。黛玉虽不识，也曾听见母亲说过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，自幼贾充囊儿教养的，学名王熙凤。黛玉忙陪笑见礼，以扫呼之。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，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，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，因笑道：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。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。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？说着便用帕拭泪。贾母笑道：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招我，你这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也才劝住了，快再休提前话。这熙凤听了，忙转悲为喜道：正是呢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了，又是喜欢又是伤心，竟忘了老祖宗，该打该打。又忙携黛玉之手问道：妹妹几岁了？可以上过学呀？现吃什么药呢？在这里不要想家，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。一面又问婆子们：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？带了几个人来？你们赶早打扫2间下房，让他们去歇歇。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，熙凤亲为捧茶捧果。又见二舅母问他：月钱放过了不曾？熙凤道：月钱已放完了，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段子，找了这半日，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，想是太太记错了。王夫人道：有没有什么要紧？因又说道：该随手拿出2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，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吧，可别忘了。熙凤道：这倒是我先料着了，知道妹妹不过这2日到的，我已预备下了，等太太回去过了目，好送来。王夫人一笑，点头不语。
好，这段原文我们先演播到这儿。这一段是全书最经典的出场，咱们还是从导演视角拆开。先看这个出场方式啊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而在这之前，所有的人都是脸生屏气，恭肃严整的，这是贾府的规矩，也是贾母面前的常态。但是王熙凤不一样了，她是从后院笑着进来的。脂砚斋在此处批了一句极狠的话：阿凤一至，贾母方笑。什么意思？王熙凤没来之前，贾母是哭的，是伤感的。王熙凤一来，气氛活了，只有她能打破沉闷，只有她能让贾母从悲伤里转出来。这不是没规矩，这是特权。在贾府，王熙凤是唯一被允许没规矩的人。而且您注意啊，黛玉的心理活动，她心想这些人个个脸生屏气，恭肃严整，这来者是谁呀？这么样的放荡无礼啊！放荡无礼4个字是黛玉的第一反应。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第一次见识贾府的等级，她以为规矩是统一的，结果发现有人可以打破规矩。这个发现让黛玉立刻明白了王熙凤在贾府的特殊地位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的服饰描写啊。曹雪芹写三春是一样的装饰，但是写王熙凤是从头到脚的金玉辉煌。金丝八宝攒珠玑，朝阳五凤挂珠钗，赤金盘螭璎珞圈，缕金百蝶穿花，大红洋缎窄裉袄，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，翡翠撒花羊皱裙。您数一下有多少种材质啊？金丝、珍珠、八宝、赤金、翡翠、银鼠皮、缂丝、羊缎、羊皱。脂砚斋评写阿凤全部传神。那这段服饰不是随便写的，是权力的外化。王熙凤在贾府不是主子小姐，她是个孙媳妇，按辈分她不算高，但她穿的比三春比黛玉都华丽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她实际掌权，衣服是她的铠甲，也是她的宣言。然后再看她的相貌，丹凤三角眼，柳叶吊梢眉，很美，但是带着杀气。三角眼、吊梢眉在相法里都是精明厉害之相。那么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唇未启笑先闻，笑着但是威仪在内。脂砚斋说这叫美而狠。他后面弄权铁槛寺，独设相思局，从这张脸就埋下了根。那么最精彩的是王熙凤那段高情商的发言啊，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她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。况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呢。您品品这句话有多绝。他夸了黛玉的标致，但是重点在通身的气派，这不是漂亮，是气质。然后不像外孙女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，这夸的是谁呀？表面上夸的是黛玉，实际夸的是贾母啊。意思就是您老人家的基因真好啊，所以外孙女才有嫡亲孙女的气派。而且现场还有3个嫡亲孙女在呢，他这句话等于把三春也给抬高了，不让他们觉得外孙女比孙女强。一句话夸了6个人，黛玉、贾母、三春还有他自己。为啥还有他自己呢？因为他会讲话呀，这种情商，这种机变，后面管家不是白当的。然后他立刻哭姑妈了，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？用怕拭泪。贾母一说快再休提前话，他立刻就转悲为喜。哎呀，正是呢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，竟忘了老祖宗，该打该打。这个情感的切换快得惊人呢，从笑到哭再到笑不过30秒。有人觉得这是虚伪，但是换个角度来看，这是极致的敏感。他能瞬间捕捉到贾母的情绪变化，并且立刻调整自己，这不是虚伪，这是在豪门生存的本能。那么接着那一连串的问话，表面是热情，实际是掌控。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想要吃什么玩什么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。最后一句话最关键，
丫头老婆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，这是宣示管家权。他才告诉黛玉，在这个家里我是管事的。而且问完立刻就吩咐婆子们说，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，带了几个人来啊？你们赶早打扫2间下房，让他们去歇歇。事无巨细全在他掌控中，脂砚斋评，阿凤心机真乃一丝不漏。那么最后那个月钱事件是神来之笔。王夫人问他，月钱放过了不曾？王熙凤答，月钱已经放完了，管家严谨，按时发放。然后又说找段子没找到，想是太太记错了，给王夫人下个台阶。最后王夫人说该拿段子给黛玉裁衣裳。熙凤说，这我倒先料着了，知道妹妹不过这2日到的，我已经预备下了。脂砚斋在此处批，阿凤之能干，真令人爱煞。他不仅把月钱放完了，不仅找过了段子，不仅给黛玉预备了衣裳，而且是在王夫人想到之前就已经想到了。这种预判能力、周全程度，就是王熙凤能在贾府掌权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这一期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出场写尽了权力、情商、美貌和杀气。王熙凤不是来迎接远客的，她是来宣告这个贾府我管着。那么下一期黛玉要去拜见2个舅母了，但是曹雪芹仍旧不写人，还是写建筑陈设。建筑是权力，是规矩，是黛玉必须读懂的密码。而且王夫人会第一次向黛玉提起那个混世魔王，说千万别沾惹他。敬请期待。